昨晚的情况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我还当是自己醉酒走得太慢，哥哥等不及，先回房去了。这酒醉后呢，不止虚浮，与清醒人不同啊。你们兄弟被设计分开，回房时候呢，住进了不同的房间。我们兄弟二人住的是同一间客房。那你可曾听到你哥哥的声音啊？没有，我酒醉犯困，回房就睡了。所以你哥哥住进了4号房，而你住进了5号房。昨夜酒宴后，师虎双煞回屋路上被这石板路分开，张敬师在前，张庆虎在后。张庆师苦等不到张庆虎，于是先回到4号房。此时凶手在门牌上分别涂好黑泥和白灰，让2个门牌对调，又进入了4号房，杀了落单的张庆师。等张庆虎回来时，夜色深重，加上醉眼朦胧，看到动过手脚的门牌，自会住进了5号房。凶手行凶后，敲开后墙的透气孔，将嫌疑引给小孩，再将防火灰擦去。张庆虎呢，起夜后门牌也换了回来，他被转到了4号房，这才发现他哥哥被杀。求前辈告知，杀我哥哥的凶手到底是谁？能想到调整石板路上的间隙，又能想到将人引开分岔路口的这个方法。以我的判断呢，这个人能懂得奇门遁甲之术啊。古风仙，你入门前不就学的是遁甲之术吗？早就听说素手书生的大名，今日一见果然了得，不错。张庆师是我杀的。姓古的，我们兄弟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下此杀手？无怨无仇？于婉婉这个名字你可记得？洛尘蝶于婉婉，我听闻他是随他哥哥半路入行的，他哥哥就是你。遁甲奇门难学难精，下的苦功却用武之处不多，是一门中弟子多是清贫。机缘之下，我入目道宝，发觉不仅可以一展所学，更能发财，我就迷了心窍，带着妹妹也一起做了土夫子。哪知5年前，我表妹与这石虎双煞联手，竟被张庆师借着酒劲奸杀。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，怎奈石虎双煞合力太过厉害，无从下手。总算等到今天这个机会，才大仇得报。张庆师是被我妹妹的玉簪穿喉，我杀得痛快，杀得应该。可他的狗头不是我砍的，我杀了你，为我哥报仇！东汉诛我！住口！杀我哥的凶手已经找到，魏庄主这是何意？我找诸位来是入一品坟的，个人恩怨就先放下，等事成之后，你们爱怎么杀随便你们。姓魏的，莫不是今天吃错了药？我刚才所说的话是给在场所有人听的，你们乖乖听我调遣入一品坟，否则别怪没命离开这普出山。魏庄主，咱们是来吃席的，难不成凭你这几个家丁就让我们给你做牛做马？哼，家丁自然不行，但鬼哭汤却可以。诸位，昨天晚上的酒喝得很尽兴吧？现在摸摸神阙、关元两穴，是否酸痛难忍呢？那就证明鬼哭汤之毒发作了。你在酒里下毒？鬼哭汤之毒无色无味，初时并不难解，但6个时辰之后，毒入骨髓，那就成了唯有配毒之人可解的绝毒。哎呀，为了等毒发，
我耐着性子听你们吵闹了一夜，别提多心烦。魏庄主，您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从昨日进了我魏庄开始，你们就矛盾不断，这怎么能团结呢？现在好了，简单了，想活命就乖乖听话，帮我入一品坟。